从小就很喜欢画画，父母会期待你说走升学的管道，那我们当然是按照父母的期待啊，念了牙医。但是对画画这件事情，想要创作的那种欲望是很强烈的。来到台东，生活上的结构产生一些变化，让我在工作之余得到做画画这件事情的一个机会。在2011年重新拿起画笔，再来做绘画这件事情。在我诊所的隔壁就有一位油画的老师，我就是拜他为师，希望他能够教我。他是我很重要的启蒙的老师，就是曾正元老师。是10几年前，酒鬼牙医师正好诊所是在我家隔壁，他来找我写画画，然后一写就写了8年。在这一段期间里面，他很快就进入状况，他可以玩出一个很特别个人风格，而且是完全在艺术界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图像。他用画在跟所有的朋友对话，他所有曾经生命里程中所接触的每一个人，除了牙医在医治那些病人牙齿以外，他也走出了一个艺术的生命的永恒的路线。一开始进屋我也没有石膏像啊，但是我有很多酒瓶，我的进屋就是酒瓶酒杯，然后我再开始往台东可以看到的大自然的风景啊，青蛙鸟啊，就是最刚开始我进入绘画的一个方式。我希望画我想的东西，而不是画我看到的东西。甲骨文这些符号它本身就是一幅画作，这是一个创作啊，所以你把这些创作再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里面其实有很多趣味。第一个，他很规律的创作，他每天早上的时间，他就是去创作，他会去不拘于形式的去做一些创作的一个媒材的处理。传统人觉得说他画的鬼画符，从事现代艺术的人又觉得说他画的入木三分啊，那个神韵都出来了啊，那种感觉。你用的画布是用的还不错的啊，你用的颜料也是用很高级的，这也体现出说他对这个创作他是一个很严肃的。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画自画像，画家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审视自己，你到底走到什么程度了，检视你是不是有成长。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画一张自画像，你觉得你现在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我的自画像就从画得很像开始去变，慢慢我就觉得画得很像也没什么了不起，我开始要给它多一点的表情，多一点的颜色。我在画自画像的过程，其实就跟我在绘画去磨练、去成长的过程是一样的。热情浓烈，匪夷所思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这份自由中，又有牙医师30年的简洁逻辑和人文关怀。我用麻辣锅来比喻酒鬼的艺术创作，好像一锅好的麻辣锅。猛一看会觉得太麻、太辣、太油，其实只要品尝一口，从脑、眼、鼻、口、心、肝、脾胃，整个都被这一份醇厚所温暖了。再谈到酒鬼的线条，就好像麻辣锅里的王子面，随着不同温度、厚度、色彩的加热，吃这一口好像夹着成熟的猪肉片，吃这一口又像拌着生脆的高丽菜。欢迎一起来欣赏品尝酒鬼的艺术飨宴。其实会走绘画这条道路，其实是天真又认真。我是一个很天真的人，我不会把可能遇到的问题放在前面，我比较是那个洗稿洗当灯那种感觉。而且我是个认真的人，我一旦觉得要走，我一定会走到底，而且我要用我所有的力量、所有的资源走到底。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很有层次的，是不同的背景的人来看，都可以找到这里面的一些共同的交集，就是把你觉得很美好的一部分展现出来。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本能，但每个人选择的方式不一样。那绘画是我选择的方式。